这怎么可能？不会吧，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境界的力量，这都能够越级挑战的话，那位叫萧炎的青年男子究竟是有着何等的爆发力？不少法域境以及圣者境的超级强者都是惊讶无比。虽然血海大尊也不是会说大话的人，但是如果是真的，这着实让的众人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前不久的纪元遗迹里所传出的消息，确实有3位特别突出的黑马，其中有一位正是名叫萧炎的男子，击败了幽阴主那等最强巅峰主宰者，在遗迹中展露强大的力量，让得不少人也听到了有一位变态天赋的青年施展的强大底牌对抗诸多最强主宰，他真的是那我萧炎？人群之中，一道带着一丝疑惑以及不敢相信的语气淡淡道出：萧兄，看来在纪元遗迹中你就打响了自己的名声啊。灵动在一旁打趣的笑道。萧炎翻了翻白眼，一脸无奈之色，本想着那是正常的操作，没想到在被人看来却不是。在这如此广阔的天元界中，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萧炎看了看血海大尊，轻咳了2声，示意后者不要这么夸自己。不过血海大尊显然是知晓萧炎的意思，并没有阻止血海大尊接下来说的话，然后对着萧炎温和的一笑，再次转头看向众人。这还不算什么，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仅用一招便把准神境实力的神奇联盟使者瞬间击杀。而这一次直接刷新的众人对萧炎的那种从不敢相信到了吃惊连连的一种震慑人心的感觉。先不说实力强不强，他竟然能够有勇气激战神奇联盟的使者，这种做法都已经让人惊世骇俗了，更何况还一招击杀使者那等准神实力的强者。不少强者皆是张大了嘴巴，望着高空之上的那位黑袍青年，在他周身处竟然有着看不见的炙热气息蔓延开来，令得他们的皮肤都感觉到这片空间有着问题在缓缓的上升，这种感觉太过诡异了。此时众人的目光皆是投向了萧炎这处空间，在这认真的打量之下，不仅是黑袍男子，就连紫袍男子以及那位金袍男子都是深不可测。这一次就连其他大域的大尊都开始注意起萧炎、灵动、母尘3人，原本在他们这些准神境的眼里，就算是最强主宰巅峰也不会放在眼中，可是萧炎3人仅仅是大主宰巅峰的实力，竟然让这些准神实力的大尊都开始将目光投射过来打量，这一道道的目光不停的闪烁，感觉自己被当成动物般的被游客欣赏一般，一股尴尬之意瞬间蔓延到了全身，有些不自在起来。这3位青年似乎修炼了大咒中的某一些强大属性的力量，虽然他们的修为还只是大主宰巅峰，一旦真正的与之交手，恐怕就算是最强主宰也无法在他们手中取得便宜。不远处的一位绝美女子说道，这位女子正是9大域中排名第3的紫霄域域主紫霄大尊。哟，能够得到紫霄大尊的夸赞，还真是少见啊。忽然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能够用戏谑的语气对紫霄大尊说话的，也只有武神域域主武神大尊了。这2位可都是天元界名列前茅的顶尖强者，就算是一些天之骄子经验之人，也不会得到夸赞。如今萧炎、灵动、母尘3人能够得到这些大尊级别人物的赞赏，属实太过少见了。一招秒了神奇这句话，如果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或许不相信，但是这句话可是从血海大尊口中说出的，就算是紫霄大尊和武神大尊再不怎么相信，都要去相信了。到了他们这些层次的境界，夸大其词基本是不会。万祖域的域主万祖大尊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的眼神瞥了瞥萧炎3人身上，但是天渊域的专逐大尊却是带着一副非常特别的神色望着3人，似是脑海中在想什么。忽然专逐大尊脑海中想起了什么事情，恍然大悟间，那双眼神更加有意思的盯着萧炎3人，感受到9大域中排名第1的专逐大尊的目光，萧炎3人的身躯都是一颤，因为此人虽然也是一位准神境，可是比起其他大尊，这位专逐大尊身上的气息似乎更强上一丝，同样给人非常深不可测之感，瞬间将萧炎3人体内的热血带动起来，开始疯狂的涌动。萧兄、林兄，那一位大尊的强大气息已经快要冲击真正的神指境了吧？沐尘轻声道。萧炎和灵动也没有否认，确实在他们的感知中，这位专逐大尊的力量已经无尽接近真正的神之领域了。他们的感知没有错，专逐大尊乃是天元界所有大尊中位列之首位，就算是紫霄大尊和武神大尊以及万祖大尊，虽然几人相差不大，但是真正的比起来都会稍弱于专逐大尊。难道你们3位是击败圣神之子的那3位？专逐大尊虽然脑海中已经有了答案，但是还是想验证一下，他们3人究竟是不是当年元尊所说在窥探未来一角的时候看见的那3位伟岸身影联手击败了圣神之子。专逐大尊这句话一出，不仅是众强者的面色凝固，就连诸多大尊级别的人物都带着吃惊的表情，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已经全部写在了脸上。萧炎、灵动、沐尘3人闻言也没有否认，而是点点头。域外邪族想要侵占我大千世界，我们作为大千巅峰战力，自然会联手抵御域外邪族之人。你们所说的圣神之子天邪神确实被我们3人击败了。众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年龄虽然不大，但是心里却已经有了这等大义之举，让的有一些强者都感到自己不如他们这3位年轻人。哈哈，有气魄！我天元界天之骄子无数，很少能够做到像你们这般有一股勇者无畏的壮志。你们未来必定成就非凡。确定了萧炎、灵动、沐尘确实是元尊当年所说的那3位伟岸身影之后，专逐大尊的目光多了一丝惊喜之色。多谢专逐大尊前辈的夸赞，我们也不会退缩，希望借你吉言，在未来的时间里，我等能够超脱主宰，
探索神之领域。萧炎皆是对着专诸大尊拱了拱手感谢道，没想到他们在纪元遗迹中的表现，竟然被第2等级之守卫的这些强者如此看重，还真是让他们都有些意外。时间滴答滴答的过去，新天诞生的那一刻也即将到来。就在众人震撼萧炎他们3人事情的时候，这里的空间竟然发出了轰轰炸响声，犹如是宇宙大爆炸一般，一股非常可怕的世界能量不断的被释放出来，这股力量中带着生命之息，万物太初，新的世界即将诞生了。众人的目光立马回到了新天诞生的方向，虽然距离还隔着很远，但是一天的面积可是堪比大千世界那么大，所以就算他们距离还很遥远，但是早早就感觉到，在那里一股带着万物太初的古老本源开始从里到外满溢出来。随着这些太初古老的力量散发出来之后，所过之处的空间以及万物花草都会被极为的有生命力，他们都向着这片天地的生灵招手欢喜。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在此时彻底的诞生了。人们见识过生命的诞生，此时也正在见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那股大爆炸之声依旧在不断的响彻，一道接着一道的能量波动开始往外释放，像是一股股热浪一般疯狂的奔涌着。众人皆是见到了这新天所散发出来的太初能量。新世界诞生的速度很快，因为已经孕育了很久的时间，其里面的世界构造以及万物生灵皆是初成长，也或许在其中也有着神灵之物的诞生，也有着类似更多其他属性的本源，所以他们只需要等待着新天彻底的诞生后，进入其中，便可使自己的修为得到前所未有的造化。此时整个天元界中散发着世界最初的能量，同时充斥着整个天地，这股力量足以让人垂涎。随着新天在诞生的过程中，天元界都被影响，开始微微震动，似乎是在欢迎着自己的孩子即将出生之时那种高兴和兴奋。就在天元界里发生着新世界诞生时候，第2等级遥远的大界中所处的一座超级大陆上，这里阴邪之气铺天盖地，简直就是地狱一般的景象。而这里就是第2等级3大界之一的天人界，天人界的面积也非常的辽阔，相比天元界也不属于后者，就是因为有这样辽阔的世界，才有着强大的世界本源，其中的修炼资源都能满足各大修炼者的需求。但是天人界虽然强大无比，但是其野心可不局限于这方世界，他们想要更高级的世界等级，那就是神纪元。只有进入神纪元的世界，方才能够让他们天人界的修炼者达到领主宰强者都垂涎的神圣境界，便是神指境。同时还会受到来自第1等级世界中的那些神势力所关注，成为神势力的庇护世界，这样足以能够在第2等级和第3等级之中都可以横着走。但天元界是天人界最强大的阻碍壁障，当年诸多主宰强者进攻，可是皆是被驱逐了出来，最后都派出10位最强主宰的强者，也于事无补。因为天元界自进入神纪元后，那些修炼者的修炼速度极快，曾经那些最强主宰后期巅峰的超级强者都视为自己种下神蛊，等待突破在未来的某一日可以纳入神列中的资格。自那一次天人界大败而归后，就再也没有入侵的想法，因为这一次的损失太过惨重了。不过他们的野心依旧勃勃，也在等待的最佳机会。天人界分布着10大种族，每一个种族都是群居在每一座大域之地上，一座大域之地堪比大千世界的面积，所以他们的种族人群也是非常繁多。这是一个繁殖最多最大的种族群体，占领着整个天人界，成为这个大界的霸主之位。除了10大种族外，还有非常的其他势力，但是那些势力在10大种族这等霸主势力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此时在某一座大域之地上，这里邪气浓郁无比，并且就连太阳光都无法照射其中，简直极为的阴森诡异。幽阴主，经过这段时间的疗养，你的实力已经恢复到巅峰了。这里汇聚了9道可怕气息的身影，每一个身躯的脸上都是露出阴森之色。在这些身影的最前方，那一道熟悉的生身影，正是此前在纪元遗迹中被萧炎利用地炎和幻虚神火的一丝本源所击败重伤的幽阴主。然而这一次他的伤势已经彻底的恢复，那双带着杀意的眼神望着天元界的方向，最终喃喃的低沉之声响起：这一次差点让我陨落，这个仇本阴主必报。幽阴主，此前我们已经派人出去调查下，伤你的那小子竟然也得罪了神奇联盟，后来乘坐天元方舟离开了纪元遗迹，恐怕现在应该在天元界中。说话的这道身影老人，则是10大种族之一的天阳族的族长天阳主。听见天阳主的话语，幽阴主微微一惊，显然他在疗伤期间不知晓后面纪元遗迹所发生的事情。什么？那小子连神奇联盟都得罪了，真是活该呀！神奇联盟的在第1等级世界中乃是巨无霸的庞然大物，连神势力都不敢与之正面对抗，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不知天高地厚，见谁就咬谁，最后还咬了这等恐怖的存在。幽阴主嘴角的笑意变得更加的浓郁起来。听闻最近天元界中有着新天的诞生，似乎那些天元界的强者都前往了其中。另一道声音从几道身影中传出，这边是中年男子，但是其头发和胡须都是白色。天流主，这是真的？幽阴主望着这位中年男子，语气有些讶异的道：天流主乃是天流族的一族之主，实力在最强主宰层次。属实不假，而且那位叫萧炎的小子也进去了。天流主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真是运气可嘉的小子，没想到天元界会收留下等级的生灵，再共享他们世界中的资源，还真是大方啊。
幽阴主的嘴角忍不住的一抽，就是他这种境界的巅峰强者，恐怕对于新天中的修炼本源都是非常的垂涎。不过他却没有分。不愧是神纪元的世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世界的诞生，这无疑是对天元界的底蕴再度增加了数倍之多。如果再让天元界这样发展下去，恐怕已经朝着那些神势力慢慢靠近了。幽阴主的眼眸中射出一道幽暗色的金芒，然后打量着下方的其他8位身躯上，片刻之后似乎做了一个大决定一般。既然天元界成为我们天元界最大的阻碍，那么便灭了整个天元界吧。听到幽阴主这番话，其余8道身影便是微微一僵，旋即又是放松了下来。10大种族之中的天人族已经被萧炎、灵动、沐尘3人在千元界里灭族，如今也只剩下9大种族了。其余的8大种族其实力底蕴都是差不多非常相近，而幽阴族比起其他种族更是强上一丝。在众族之主那僵硬无比的神色中时，天阳主便是开口沉重的说道：想要灭了整个天元界，以我们的底蕴实力断然不可能办到，还是说你已经做了那个决定？话音落下，其他身影的目光都是投在了幽阴主的身上，似乎等着幽阴主接下来的回答。幽阴主也没有否认，他的确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答应那个神秘人的要求。只有答应了那个神秘人，交出天人界的苍穹之心，不仅对方可以帮你们出手剿灭整个天元界，还能让你们的族群之人皆是拥有纳入神列当中的资格。这等诱惑力直接让的幽阴主无比的动摇。在纪元遗迹前，那神秘人便找过幽阴主，并且与其谈话，说是他能够给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你能够交出苍穹之心，便可梦想成真。当然，成神乃是止步于最强主宰巅峰很久很久的他们来说，无疑就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力。只要一成神，便可晋升后第1等级世界中获得更高级的资源，来壮大自己的种族。到时候，这些生存于第2等级和第3等级的生灵，皆是在我的神威之下一一毁灭，而我们天人界将会成为第1时间之下的最强霸主，造就真正可以做到一念之间便可毁灭万物的天人。幽阴主那个人可信吗？天流主的心中虽然见识过那个神秘人的强大，他挥一挥手，竟然直接毁灭一座大陆，不带一点吹灰之力，就连他们10大种族之主联手都接不住对方的那一招之力，足以想象那神秘人的实力恐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层次，就算在神器境中都是属于高阶的强大存在。想要灭掉天元界，只有这个办法了，也是我们天元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机会。幽阴主的眼眸开始变得火热起来，似乎已经看到天元界已经被自己所毁灭。如果我们交出苍穹之心，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彻底毁灭，这种代价可是永久性的。天阳主以及天流主和其他种族之主显然有些不太愿意，这可是大界啊，是他们生根的地方，如果毁灭了，的确是不愿意看到的。那神秘人说了，只要我们之间的交易成功完成，那么他并赐给我们一座神纪元世界中的一座大陆，而这个大陆的面积可堪比我们整个天人界，因为那座大陆乃是第1等级世界中的神之大陆。见到其他种族之主有些不愿意，无奈之下，幽阴主也只好将这句话说出来。神之大陆可是有着极其浓郁神元之气的大陆，这些大陆都是存在于第1等级世界之中，那神秘人竟然将这么好的资源都抛出来与他们进行交易，足以证明那神秘人对于苍穹之心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神之大陆，众族之主这才安静下来，低声喃喃喃：既然对方都那么有诚心，我们再怎么不舍得天人界也得舍弃了。幽阴主苍穹之心便由你来定夺吧。这些人一听到是神之大陆，这变脸的速度可比翻书还要快得多。幽阴主最后说了句：行，那么接下来我便会和那位神秘人见面，具体详细的信息我到时候会跟你们说。众族之主也是应了一声，随后身影便是消失在幽阴主面前。天元界，你们的末日到了，敢阻碍我天人界的霸主之位，本阴主日后必将加倍奉还。随着一阵笑声响起，幽阴主的嘴角露出胜利喜悦之心，也消失在这处空间中。天元界令人极为舒适的太初古老能量散发出，众强者体内的世界之力都变得疯狂的翻涌起来。经过几轮的爆炸之后，这新天也真正的诞生了。在这一刻起，原本9天的天元界变成10天，诸多强者的目光全部汇聚一起，在那里渐渐的出现了一个虚空黑洞。这个黑洞真是这个新天世界的入口，诞生了，10天诞生了，真的出现了。新世界的本源定会让我突破境界桎梏，成为圣者境的超级强者。众强者开始发出激动兴奋的声音，目光中的炽热金芒变得更加耀眼起来。我要第一个进，还有我！嘈杂的声音传遍天地之间，已经有诸多身影掠进那新天的黑洞之中。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强者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去其中。要不是这新天入口比较庞大，这些有着上万的强者一起进入，恐怕入口都会被撑爆。诸多身影皆是爆发出强大的气息，井然有序的一道接着一道的进去其中。从这些气息上感应，实力最低的都是元婴境的强者。萧炎望着众多强者以及进入其中，对着灵动和沐尘2人微笑说道：灵兄，沐尘，这一次的机会难得，咱们可要努力突破境界，踏入最强主宰。闻言，灵动和沐尘都是洒然一笑。突破最强主宰，我们可是势在必得。灵动接着道，
而且新天的诞生可是有着太初本源，对于牧尘的原始法身也有着淬炼的作用，说不定还能激活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也说不定。牧尘听后则是微微一笑，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从之前不朽之主的口中得知，原始法身乃是大咒中的神物之一，而且真正的原始法身力量似乎被封印了，无法彻底的发挥出来。牧尘也很想知道，如果真正的激发出原始法身的力量，将会是何种恐怖强大的地步呢？三人也不再多说，直接对着血海域的众人示意了一下，便是消失在了他们面前。有意思，这3个家伙的天赋极为的变态，不知道这一次能否在新天中获得强大的机缘呢？血海大尊望着那3道消失的身影，最终喃喃道。武神大尊和紫霄大尊以及专竹大尊都对萧炎、灵动、牧尘3人多加了一分关注。你们这些大尊还不进去占领一些好的核心区域，创建自己的势力吗？这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万祖大尊眼神有些复杂的看着众大尊。闻言，血海大尊淡淡一笑，万祖大尊，我们可是对这些没有兴趣，只是想在其中夺得更多的神元之气而已，能够让自己的修为纳入真正的神列中。万祖大尊此时没有说话，袖袍一挥，也径直的朝着那新天的入口处暴掠而进。万祖的性子还是老样子哦。武神大尊淡笑一声，我们进去吧，在这新天中看我们之中谁能突破神奇的桎梏，踏上那令所有主宰者都梦寐已久的成神之路。紫霄大尊那清脆儒雅的动人之声也随之传出。如今天元界的这些大尊的实力都已经是达到了准神境的领域，基本都是种下神蛊，只要有足够神元之气的话，那么他们必定会纳入神列中，成为一方神起。专竹、武神、紫霄以及血海等大尊率先进入了新天之中，随后诸多的大尊也跟了上来。他们虽然身为大尊级别的强者，但是很显然前5大域的大尊说话都是比较重量级的存在，所以等前5大尊进入新天入口之后，他们才运转强大的元气，跃进那偌大的黑洞中。新天之中，众多强者以及云集在新天的新世界中，在他们已进入这里的时候，便是有一股迎面而来的强大浓郁的元气，而这些元气的质量更是好的没话说，就算是如今的天元界，其他9天中都没有这里的这般元气那么粘稠。而且这还只是外围处的空间，如果进入新天的中心区域，恐怕这里面的元气更加的精纯无比。诸多强者的脸上个个露出兴奋的笑容，这也是他们有史以来见过的最佳元气了。果真有着非常浓烈的元气啊，而且这些元气极为的古老，没有任何的污染。太好了，这一次我定会提升境界。各种各样的哗然之声响起，这些强者基本都是元婴境和法域境实力，他们很想突破更高的境界，但是一个世界的资源有限，所以这一次新天的诞生对于他们来说无疑就是最佳提升实力的机会。这新世界的面积同样非常的浩瀚，刚刚萧炎催动自身的主境灵魂探测过，这新诞生的世界竟然有着7座超级强大的界域，每一个界域的面积更是堪比大千世界一般，着实让的萧炎都无比的震撼与欣喜。不愧是第2等级的大界，比起第3等级的大界可大的多了，而且资源元气都比第3等级丰厚的多很多。难怪第2等级的大界会出那么多的强者，原来他们的世界还能够孕育新天这等奇特的能力。灵动也是一脸兴奋的喃喃道，萧炎兄，哪一座界域的元气最为精纯？我自进入新天中后，发现自己体内的原始法身竟然有着异样的变化。牧尘的眼眸里早已散发出璀璨的金芒，体内的5座原始法身竟然有着想要破体而出。看来牧尘你体内的原始法身也感应到了在这之中的古老元气。萧炎说着，强大的主境灵魂力量开始疯狂的运转，一道无形的可怕灵魂力量直接蔓延至整个新天，铺天盖地的灵魂力量扫荡过每一处角落。如今随着萧炎的实力已达主宰巅峰，施展出的主境灵魂也是要强大许多。由灵魂力量看到的7座界域上都是散发出极为古老的元气，不过萧炎在扫荡过其中一座界域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让他感觉到在这古老的元气中掺杂着一道极其细微的邪气，但是很快却是无法感应，如同这股邪气蒸发了一样，令得萧炎有些好奇起来。原本说新天的诞生不可能存在邪气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刚萧炎能够感受到那一瞬间的异样，足以证明主境灵魂的修为又是提高了很多。萧炎的眉头微微一皱不言，身旁的灵动和牧尘2人则是发觉到萧炎的异样之色，便疑惑地问道，萧兄怎么了？听到他们的声音，萧炎的思绪才回过神来，没什么，我发现其中一座界域上有着元气最为古老，或许那里能够对牧尘的原始法身有着帮助。2人听到萧炎没有什么事情才微微放松，因为他们知晓萧炎的灵魂力可比他们2人强上许多，所以在这之中如有什么异样，萧炎就是会第一个发现。旋即萧炎灵动，牧尘化作3道绚丽的流光，径直的朝着新天的正北方的界域急速掠去。看着萧炎3人的离去，几位大尊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惊芒，因为他们也感觉到萧炎他们所去的界域方向也正是他们想要去的。这些大尊的实力已经突破至准神境，自然都来自准神的感知力，也是无比的可怕。7座界域落座于最北面的一座界域中，应该就是新天诞生的核心了。那3个第3等级的守护者竟然也是去往那个界域，还真是有趣了。专竹大尊望着3道消失的身影，眼露一丝不一样的色彩，旋即也跟了上去。专竹这家伙怎么还跟着3位年轻人了？真是头一次见。武神暗自咂舌说道。一旁的紫霄大尊回答道，你恐怕也会去那座界域吧，还在这里废话，走了。然后看都不看武神大尊一眼，便是以极快的速度追上专竹大尊。
见到众多大尊都往最北面的界域掠去，其他大尊也想跟上，不过这里总共有着7座，何必为了其中最古老元气的那座界域过去那么多强者干嘛？还不如选其他界域，说不定还能得到稀有的一些至宝或者神器，也说不定。进入新天中的诸多强者也开始对着四周分散而去，准备为自己占取创建一个势力的好地盘了。新天东面的一座界域上，这里的元气非常的粘稠，不少法域境和元婴境以及圣者境的超级强者也纷纷抵达。这一座界域中所散发出来的浓郁元气，足以让这些强者不出1个月就可以突破小境界，这就是新天诞生所带来的可怕之处。这一处界域之地真不错，日后要是在这里创建一个势力，恐怕足以掌控这个界域了。此时，一位圣者境势力的一位老者平静道，但是心中早已涌起了波涛汹涌的巨浪。一些法域境的强者可没有想着先创建什么势力，而是先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提升自己的修为再说。一批强者便是选择了自己最佳修炼的地方，然后盘腿而下，不浪费任何时间，就开始催动体内的元气，开始将周围那粘稠无比的元气吸入自己的丹田中。不仅是东面界域如此，其他界域也都是一样。有的强者则是先勘测这里的地形，有些强者则是直接选择修炼，还有着强者更是前往一些未知的山峰森林中寻找一些至宝以及神器。在这些强者进入个界域之后，新天中也变得非常的生机勃勃，万物生灵皆是在这一刻都得到了造化一般。此时最北面的界域，这座界域在比起其他界域的面积更为的庞大，而且在这界域的中心处竟然伫立着一座无比高大直冲云霄的山峰，并且这座山峰中所散发出来的元气更是比起其他界域来说更加的精纯古老。众多强者望着这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山峰，都是极度的震撼，就算是圣者境还是准神境强者都是一脸惊骇之色。这里应该就是新天的最核心地域了吧？这股古老无比的元气仅仅掠过我身边的时候，能够让我体内的元气都涌动起来。一些圣者境的超级强者感受到这里的精纯元气，都忍不住的激动起来。他们甚至认为一连圣者境在这里修炼半把月或者个把月，必定能够突破2连圣者境，这足以让这些圣者境的超级强者差点都失去了理智。我要爬山中央那座山峰，突破3连境指日可待。这时候，一道苍老又有力的声音响起，旋即一道流光飞向最中央的区域。